大家好，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如何收藏你喜爱的颜色的小方法。对于我们每个人，可能多多少少会更偏爱某一种颜色或几种颜色。就像我自己比较喜欢蓝色和白色，有的朋友可能喜欢艳丽一点的颜色，包括现在很流行的赛博朋克风等等。你对色彩的认知和偏好也会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影响着你。那么这一期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以快速的偷师那些好的作品里面的颜色。这个方法就是制作色板。制作色板的目的呢，可以帮我们保留住一些美的经典的颜色。这对于设计师、插画师等人群来说，可以快速的调用合适的颜色去配色。对于摄影师朋友来说呢，也可以保留住一些色彩很棒的照片里的颜色。这对于我们后期的学习和模拟追色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现在教给大家如何制作色板。好，我们先看我现在已经做好的色板，这是我的名字里的文件夹。像我现在把当前的这一个图片提取了色板，我们可以用吸管去吸。好，这就是它的颜色。像这张照片大家可能会很熟悉，它就是苹果的其中一个默认壁纸。在第一次看到这张壁纸的时候，我也会觉得非常漂亮，可能会有保存下来的冲动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边，这里就是我提取了它的颜色做的色板。好，现在我们说一下如何去制作。好，我们现在从滤镜里边找到像素画，里边有一个马赛克，然后给它一个相对大的数值 ，Ctrl+Alt+Shift+S， 也就是存储为 Web 格式。这里边调成 PNG8，一定是 PNG8哦。这个地方要检查一下 Web 靠色一定要改成0，因为有的时候它会默认加成100，这个颜色就不对了，所以我们改成0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如果你选到256，它就会把所有的颜色都选出来；如果你选的数值越少呢，它就会把这个颜色只显示的颜色就更少。像现在是4个色块，4个颜色，然后点8呢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有8个色块，然后同理可以16。32，这个就根据你需要把你的色板做到多么细致的一个程度而定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大概做到32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点击这里有一个存储颜色表，存储颜色表这个地方最好要先复制一下，因为后期我们在载入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不是载入到这个文件夹。如果你发现不是的话，那你就把复制的这个文件夹粘贴进去，敲回车就可以了。先给它存一个，像这个的话，我们给它存储为 green， 这样就存储完了。点色板。如果你不知道色板在哪里打开，点窗口，这里会有一个色板，就可以把它调出来。在这里选择导入色板，大家检查一下这个路径跟刚才复制的是一样的。在这个地方选择颜色表，这是我们刚刚存储上的 green， 再入。好，现在它就进来了。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色板进行分类，你可以把你看到不同类型的这种好看的图片做成你喜欢的色板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新建一个叫做风景，好，风景，那么我可以把它们就这样直接拖拽过来，就成了风景。同理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些，比方说日系，可以在日系里边存储一些，然后再可以收集一些插画等等等等，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看到的各种好看的照片给它分门别类存储一下。好，最后关于如何使用好色卡的配色，这里推荐大家看一篇文章，可以百度搜索一下，这里我不方便放上二维码。最后再推荐大家2个关于颜色的很好玩的网站，大家可以收藏一下，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。一个是日本传统颜色的配色，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，你点一个就可以换颜色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配色，点一个它都可以换颜色，这里会标注着它的 RGB 还有 CMYK 的色值，相信对于大家在日常使用颜色的过程中也会有所帮助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拜拜。